过去一阵子，在我的开箱库节目里出现过这一个微刚的 SPG 捍卫者 Defender Pro 中塔机箱，但捍卫者是一款偏向中高端的中塔机箱，而当时3080显卡一直没到手，拖了一小段时间后拿到了3080，又刚好迎上了其他新产品需要优先制作，所以就拖到了今天，总算能把这期节目制作出来。SPG 捍卫者 Defender Pro 是一款标准的中塔机箱，售价在355零级，其定位偏向中高端硬件用户，有点类似联力的 Lenku 2系列，体积为492乘220乘441毫米，内部架构采用了 HGCC 材质工艺，并且提供了3毫米厚的全侧透玻璃侧板。机箱其中一个亮点是支持最大全尺寸的 EATS 规格主板，这部分在很多的中塔机箱内是非常难见得到的。前置 I/O 设计在机箱顶部位置提供了开机键、灯光切换按钮、2合一音频接口以及2个 USB 3.0 Type A 接口。如今很多中高端主板都提供了前置 Type C 接口，甚至包括一些 MATF 主板也都支持了。但捍卫者并没有提供较新的 USB Type C 接口，相较于本身较高的售价，确实比较可惜。机箱前面板采用了磁吸式的 Mesh 可拆卸面板，提供了非常轻松的拆解和安装体验，并且也提供了额外的防尘网，在提升了机箱前脸风道的同时，也保留了防尘的作用。玻璃侧板的厚度为3毫米，并且是采用不打孔，直接镶在侧板固定支架上，通过后方的螺丝来固定侧板。不过侧板螺丝并不是防掉落的设计，在拆卸侧板前必须留意螺丝是否会不小心掉落。所以机箱也会附赠312厘米的 ARGB 风扇，款式为 Vendo 120 ARGB。不过默认安装是2把在前脸，1把在后方，感觉应该把这3把风扇都统一默认安装在前脸会好一些。机箱顶部支持2把12厘米或14厘米的风扇，同时也支持240或280的水冷，而且不用担心和主板或者其他配线会有兼容冲突。前脸支持3把12厘米风扇或2把14厘米风扇，同时也支持360、280、240水冷。不过前置360水冷由于底部位置有限，最底部的风扇位是没办法支持汉堡排模式的。此外，前脸的上方和下方都提供了 ARGB 灯条，而且也提供了能够和主板同步的5伏3针接口。后方支持1把12厘米风扇，并且下方的 PCIe 槽位也提供了束装显卡的槽位设计。只不过束装显卡的槽位只提供2个槽位，对于目前大部分高端显卡都是3槽后的设计，会因为太贴近玻璃侧板导致散热的问题，因此不是很推荐使用束装显卡模式。接下来来看看机箱左侧的部分，左侧提供了20毫米的理线空间，算不上非常充裕，但还算可以接受。主板后方有2个 2.5 寸硬盘的位置，在下方也有一个 3.5 寸的硬盘仓，支持2个 3.5 寸硬盘，并且也提供了免螺丝的安装扣具。硬盘仓能够依照不同的兼容性进行位置变动，但是无法将硬盘仓给取出，并且硬盘仓的固定方式是需要在机箱顶部锁上螺丝，让操作也变得比较繁琐一些。电源仓最大支持20厘米的电源，一般主流的电源都是能够直接塞进去的，就是硬盘仓本身无法取出，导致在使用较长的电源时，电源线会有点挤压的问题。介绍完机箱的本体，接着就是来和各位介绍这一次测试机箱所使用的配置。CPU 是 AMD Ryzen 9 5900S， 没错，是我自用的那颗，已经好久都没入镜了。考虑到这一次的机箱定位和用户群，使用它应该会比较合适一些。既然用上了 5900S 主板，也必须不能太差。采用的是华硕 ROG Crosshair 8 Hero Wi-Fi， 也就是 C8H。虽然 C8H 推出已快2年了，但丰富的用料以及顶级的做工，以及依旧是目前 AMD 最顶级的 S570 芯片，和最新的 C8DH 也就只是供电和 BIOS 功能上的一些小差别。即使是今天，都还是非常顶级的主板。显卡呢，自然也是我之前原价购买回来的这一个 EVGA 3080 FTW3 Ultra Gaming。
3层8边的供电输入接口、厚实的散热规格和崭新的 ARGB 灯光效果，加上我入手的价格，我已经忍不住想说 EVGA 我大哥。再来是散热器，使用的是 EK Elite 360 AIO， 也是我目前所拥有的散热器中最高规格的一个，采用3300 RPM 的高转速水泵，外加6把 ARGB 风扇组成汉堡牌。我自己也用它来压 5900S 好一阵子了，确实非常好用。接着来介绍机箱的风道安排 ，EK Elite 360是安装在前脸位置，除了前脸的3把风扇，也在内部加装多2把风扇，形成所谓的汉堡牌模式。当然，采用的风扇都是 EK Elite 360自带的 Volta SD-RGB，5把风扇的风道都是从前方进风到机箱内部的，而机箱原配的3把 ARGB 风扇将分别安装在顶部和后方进行排风。之后采用 IDA64 的 FPU 烤机配合 Full Matte 甜甜圈进行双烤30分钟。首先是单烤 FPU 30分钟，5900S 我已经锁定在全核心 4.5 GHz 1.25伏，此时的烤机功耗在172瓦。温度维持在84度左右。接着是 EVGA 3080进行甜甜圈烤机30分钟。3080的烤机频率在1900 MHz， 核心温度为78度，显存温度为84度，功耗为355瓦。最后是处理器和显卡同时进行双烤30分钟。5900S 的温度在85度，功耗为177瓦。而3080的烤机频率在1900 MHz， 核心温度为81度，显存温度为86度，功耗为363瓦。可以发现处理器的散热表现还是挺不错的，毕竟是采用前置水冷，可以获取最新鲜的冷空气，即使是双烤也不会影响处理器的温度。只是显卡的散热表现会显得比较吃紧一些，特别是使用前置水冷模式下，显卡能够获取的新鲜空气并不多，都是吸取前置冷排所排出的热空气，这对于高端显卡的散热压力会大很多。如果打算采用高端显卡，我一般还是会比较推荐使用顶置水冷会更好。虽然说显卡会有比较多发热的情况下，处理器的散热会变得压力一些，不过有前置3把风扇和后方风扇的风道，显卡的热量也会减缓不少。因此相比之下，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这样的模式。SPG 捍卫者在传统的中塔机箱内提供了一些独有的可玩性，当中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磁吸式的前置冲孔网孔面板，使得在进行清混的时候会方便不少。加上上下方的 ARGB 灯条以及冲孔网孔所带来的透光效果，也是让人比较喜欢的。顶部所预留的空间也让顶部水冷的支持有好不少，只不过本身的一些缺陷还是有的。只提供双槽的竖状显卡槽位，里线位的空间稍微窄了一点，以及前置汉堡牌的兼容冲突，外加硬盘仓无法取出，都是这款机箱会面临的一些小缺陷。而售价的部分，虽然说价格还算可以接受，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购买渠道的选择非常少。当然，另一点也是大家对 ADATA SPG 的印象都停留在记忆体内存和固态硬盘之类的，对他们家的机电产品印象也不深刻。加上有太多同类型、价格也非常接近的竞品，以及竞品本身也有他们的独特之处，使得捍卫者本身的亮点就不怎么突出了。虽然说这款捍卫者本身所受到的关注并不多，但是还是非常期待 ADATA SPG 在日后可以推出更多类型的机电和电竞商品，这也能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行了，这一次的机箱测评就到这了。如果觉得这些影片不错的话，也不妨点赞、评论、分享支持一下。当然，能订阅我的频道就有更好了，还可以加入频道的付费会员计划每个月也会有付费会员的直播专属内容，以及专属的抽奖活动。此外，还能到我的 Discord 交流群来一同交流。当然，如果想要以行动支持我，还能够通过 Buy Me a Coffee 或通过Tashingo Wallet 打赏支持。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enny， 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影片见。